大家好，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纳米比亚的数字游民签证。纳米比亚这个国家呢，很多人都不太了解。那么它呢，其实位于在南非的北部，它曾经是属于南非的一个国家，它应该算是非洲最后一个民族独立的国家，因为它是在1990年开始独立的。当然了，整个非洲的话来说啊，那南非的话经济应该算好的啊。那么纳米比亚再往下的话是波茨瓦纳以及南非共和国。那么这些国家的话，应该来说的话，呃，贫穷来说的话，应该不是很贫穷啊。毕竟纳米比亚的话，它本身现在人均收入的话在5000美元左右。那么在人类发展指数来说的话啊，我看了一下，那么纳米比亚的话，人类发展指数啊，比它高一位的是不丹啊，比它低一位的是印度，那么就跟印度差不多的水平。其实很多人会担心纳米比亚是不是治安不太好啊？我刚才网上也看了一下，纳米比亚治安来说的话，确实有些时候不太好，因为毕竟这个纳米比亚那边其实也有白人啊，所以说，贫富差距也挺大的，因为当地的黑人大概月收入只有当地白人的1/10啊，就一个白人相当于10个黑人啊，所以说这个收入差距挺大的。但是整体而言来说的话，纳米比亚应该要比南非的治安要狠很多啊！这个有很多人在网上也在吐槽啊，南非治安确实是最糟糕的。那么作为一个数字游民来说的话啊，其实，数字游民并不是要去这种发达国家去工作生活，因为发达国家生活成本也很高嘛。如果说你拿个2000美元的工资啊，那么远程工作，那你去这种，稍微欠发达的国家啊比较舒服。比如说，很多人就喜欢去土耳其啊，又在土耳其的位置也非常好啊。那么还有人去哥伦比亚，很多人想不通，哥伦比亚不是治安不太好嘛？但确确实实，哥伦比亚的生活成本啊，如果说你有2000美元的收入的话，在那边生活应该是还是很开心的啊。那纳米比亚的话，虽然说我也没去过，但是这个数字游民部落圈里面的话啊，这个纳米比亚也是不太听说的。但是呢，作为一个数字游民来说的话，其实他应该说是他的理想应该是。旅游全世界吧啊，因为反正工作都是远程的，其实在无所谓在哪个国家啊，那么其实去纳米比亚短期的去做一个数字游民生活的话，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的啊，也是蛮好的体验。毕竟在非洲办一个签证，说实话，其实去非洲办个签证是很难的，而且是很贵的，甚至这个签证你在中国递交了，这个签证要拿回到他本国去签发之后，然后再拿回给你啊，这叫回头签。所以说。办非洲签证，因为非洲很多国家很穷嘛，所以说他签证费又贵，他签证费呢刚好是去养活那些就是外面的这些使馆工作的人员啊。申请这个纳米比亚的数字游民签证的话，这个签证费比较便宜啊，只要62美元。那么这边呢有一个网站是专门做这个介绍的，那么它这边有关于纳米比亚的一些介绍啊，比如说它纳米比亚是一个人民好客的国度啊，拥有丰富的文化传统和令人兴奋的投资机会啊。那么它有健全的财政制度宏观经济框架，这些都是一些说明，是吧？年轻人受过教育，可培训的劳动力进入市场也比较方便。那么我们在上面的话，这边可以有个纳米比亚的数字游牧签证就是数字游民签证。那么我这边已经翻译好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的话，纳米比亚的话，它是作为一个非洲比较好的度假胜地之一啊。那么文化多样的国家体验日常生活因为它这国家的话被殖民地的话有换过很多的这种殖民国以前的话最早的话被德国给殖民的，那么后面的话英国、法国都有那么这边的话，他说，这个只要124美元其实的话应该是62美元就够了如果说你携带家人的话，会多一些费用那么他的签证有效期呢是6个月没有说，说明说可以延期。但是如果说不能延期的话，那你大不了重新申请一次就可以了。那这边的话有很多介绍比如说它有很好的风景还有野生动物有利的投资环境之类的。那填写申请表格的话都比较简单只是这个要求的话是这样子的，它是你要有工资单或就业合同当然的话，你证明自己的收入，哪怕你这个收入来源于这个视频创作的内容平台，那也是可以的，只要你证明自己的收入每个月生活费。每个月的收入在2000美元左右主申请人那么如果说配偶的话，那要1000美元。如果说你一家4口的话那比如说2个子女
那么一个儿子一个女儿的话，那么大概是2000加1000加2个500，那么等于$4000左右的话收入。那么他这边的话会有第一步、第二步啊。第一步的话就填写申请表，申请表的话这有个清单，这个清单我们点进去之后啊，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画面啊。那么这个清单的话列表啊，我可以把它翻译一下。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清单啊，然后我现在已经翻译好了，我把它放大一下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清单。那么首先的话，这个签证的申请表，包括自己的申请表跟那个受抚养人申请表、陪同人员，那么医疗证明也是要的，放射报告也是需要的啊。它这个打叉叉的地方呢，这个叉叉地方就是一个标记啊，就需要的地方就是一个需要的地方就打叉叉啊。那么接下来往下看那个护照这个肯定是需要啊，然后医疗保险、那个结婚证、完整的出生证明啊。动机性的话，说实话就是一个你要来纳米比亚做一个数字游民的话，你要写一封申请信。那么收入证明这个很重要啊，这个是特别要求条件，就是$2000做一个主申请人嘛。如果说你陪同的话，就$1000啊。一家4口的话，就大概在$4000左右。那么6个月的银行对账单啊，这个也是需要的。途径费用这个是应该比较便宜的，就是$60多跟$100多嘛。雇主的动机性啊，这雇主的话啊，如果说你是远程工作者的话，那你需要这个劳动合同啊，这个劳务合同。那么学历复印件啊，这个如果说你有工作嘛，毕竟的话你这个学历的话也要复印一下。那么来自原产国的无犯罪证明啊，这个的话大家也可以在网上去找一下啊。这个在国内如果说去办一个无犯罪证明的话，现在还是很方便这个的话如已授予的投标合同证明如适用这个不是强制的不是强制的，而且有些也不是强制的。你看这个结婚证也不是强制的，因为毕竟有些人他是没有结婚嘛，对吧？如果说你作为一个独立的单身的，那你就不需要这个结婚证了。那么原本的话，下面的话就是第2步就预订机票第3步寻找住处那么找一个住所然后呢，你看这些风景的话，我觉得还是不错的然后车辆租赁他这边说明了，作为公认的非洲道路基础设施最好的国家之一应该也不是吹牛吧，最好之一那么他们公路应该是还算可以。再下面的话就是一个什么关于旅游的一些信息比如说，去哪里旅游比如说峡谷热气球三明治港的沙丘野生动物摄影也是比较不错的那么这里的话，它还有一个详细的说明文档然后我就也把它翻译成中文了，大家可以看一下比如说这样子的一个文档数字游民签证数字游民签证的话，最长可以6个月6个月之后不知道能不能续期，如果能续期的话，这个应该是可以作为一个申请永久居民，估计也是可能会满足要求因为刚才的话，我这边的话这个文档的文件它是你看是工作签证的申请表的表格它其实是类似于工签对吧？那么你如果工签的话，基本上的话能申请永久居民的话，那条件还是比较容易的然后的话，那纳米比亚的话，它这边有这个一些介绍比如说它的动物幅员辽阔什么东西的你看这些房子，我觉得还是蛮干净的还有这个互联网的话，普及度还挺高的识字率是非洲大陆最高的国家之一然后呢，新闻自由度也挺高的然后下面就是开始你的旅程，就是其实这要求还是很低的，就是一个证明，只要你证明你有每个月的月收入达到$2000就可以了自给自足就行了。我觉得这个要求应该不是非常难，而且申请的话，你可以就发邮件嘛你就是发邮件发到这个地方然后申请就行了，不是费用也不是很高申请费用都很便宜，就$100-200嘛